今天刚刚收到这个公司 Zero Breath 来的这个 Elechive 2200电小二，就是 Solar Generator， 咱们看看 UPS 送来的，就放到了家门口。好，它的包装打开，首先有一张这个电的这种纸板，哦，里边还有个黑色的盒子。啊，里边黑色的盒子拿出来就是这样子，上面写的 Portable Power Station Zero Breath Elechive 2200，是2500瓦时的电池，输出2200瓦的，Surge Power 是4034磅，我感觉比34磅要重。好，打开看看，我这个盒子包装是这样子的，黑色的。看上去还不错，打开 ，OK， 里边一份说明书，这个是个12伏的到这个 Anderson 的这种电源线。这个是充电用的12伏点源器的输出。好，看里边这东西，包装不错，里边一个塑料袋。好，把它搬出来。这个看着不错啊。好，插上了电。这上面显示是用这个240瓦的话，11.8个小时就得1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，但是180瓦时的电量啊，现在充电的输入是92瓦。好，那就先把电充满了再看了。12个小时了，这已经充满了，看100%。打开看什么？2580瓦时，这个变成了 hours to empty， 不再是充电显示了。输入输出现在都没有使用，它标称是2500瓦时，这显示是2580瓦时，不知道是显示有误差，还是实际上就是这么多。它的外观尺寸，宽度13英寸，深度9寸半，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1又1/4，它的重量41.8磅。接近42磅，箱子上标示是2500瓦时，输出是2200瓦的输出，重量是34磅，这基本上是42磅，所以这个标称的误差还是挺大的。但是对我来讲，重量这不是个大问题，关键是它的电容量多大。好，现在看看它都有哪些按键和功能。就开启电源长按，关闭电源也是长按，短按关闭这个显示器，短按开启显示器。好，开启直流输出，短按开启，关闭也是短按关闭了。开启交流输出需要长按2秒左右。关闭交流输出也需要长按，这样才关闭。这个地方就是24伏25安培，就是专门给这个公司的一个
便携式的空调供电的。这下边是直流的输出，这些孔每一个都有交电防尘的这个盖儿。交流输出开关一打开，风扇就开始开了。它又停了。这个灯，这是个 LED 的灯，我这儿比较亮，所以说看不太清楚，但是仍然能看见这个 LED 是亮的，白色的。这个不太好，我希望这个应该有点用带颜色的就好了，更明显。我看它是输出孔，这个是12伏10安培的直流这种插孔，这个是12伏25安培，这个转接口插到这上面，这样就是有12伏的点烟器的输出。这是100瓦的 USB， 既可以输入又可以输出，也可以输入给它充电的。这是15瓦的 USB， 只能输出不能输入的。这是18瓦的 USB 接口，这也是18瓦的 USB 接口。然后有4个 AC 一模一样交流输出。背面有4个接口，自动休眠模式是 on off， 是开关。一个是1250瓦的充电接口，30到75伏，这个接口是12伏到30伏，240瓦最大。就是它带的这个充电口，或者是用1个太阳能板的输入，就用这个接口，或者行车中用车上的电源12伏电源充电，用的就是这个接口，带的这个线就是干这个的，可以这样直接插到上面。这边接到点烟器，这上面灯竟然是亮的，接到点烟器充电。这最后这个右边这个是控制你是100%的充放电还是90%，达到90%，它这样的话电池寿命能长一些。好，那我就留到90%好了。侧面2个侧面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这样有2个风扇散热孔。背面上只有散热孔，看上去没有风扇。另一个侧面也是2个风扇和散热孔。顶上看就是平的，可以放东西，是它公司的标志。2个扳的把手，握着挺舒服的。顶上啥也没有，没有这种无线充电。这啥意思？AC 输出已经有问题了。DC 现在是显示没问题。这又好了，这很奇怪。希望这不会有大问题。这个崭新的还没用呢。OK， 现在是 AC 也是打开了 ，DC 也打开了，我把 DC 关掉。好，咱们插上这个电吹风，看看怎么样。这个瓦数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，看能用不。好，先低档。
低热度的话是365瓦，中热445瓦，高热是737瓦，风扇再加大一点。这是最高功率。1400瓦没问题。好，它里边的风扇就转了，显然在发热。现在除了这个电热风之外，又接了一个电磁炉，就这电磁炉，1800瓦，最大功率。现在用它来做一个咖啡来试试。好，这电磁炉插上已经有电了，打开，这做一个6杯的咖啡，咱们试试，看几分钟能做好。另外看它这个输出是怎么样。好，打开电磁炉，开始调到最大功率，启动。现在输出是1300瓦，电磁炉是标称1800，实际上只有1300。好，在这同时，我再打开电吹风。电吹风低档1000，现在总输出1700瓦。好，打开中档。反光。好，这个2150瓦已经快到它额定的2200瓦了，但一般我是用不了这么大，我也不需要把它像他们一帮测试的人一样，把它过载到2200瓦以上。那这已经大部分情况还用不了这么高的功率了。咱们看看，这正常使用。咖啡快做好了，咖啡马上做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3分多钟咖啡就做好了。然后看这个，注意这个瓦时的消耗，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2500多，现在是2300多。好，电热风也关了。出来的风是稍微偏热一点点，但是不是特别热。用手感觉的话，大概40多度。
50度左右，也就是。这边出的热风，这边出的凉风，后面也是凉风，热风主要是在右边出来。所以做咖啡肯定是没问题咯，在野外。好，这个停了。看，这有一杯咖啡做好了。风扇温度，风扇转速小了一点，所以它还是个温控的。停了，很好。那么根据目前试用的情况，感觉还不错。除了刚才打开的时候，它自测有这个出错的情况，但是现在又好了。我计划的使用场景，一个就是出去露营的时候带着它，一个是就是做杯咖啡啊，烧点水啊，或者是用电热毯啊，接上那些 LED 照明的灯，或者给手机充个电什么东西的，就是这种情况用一下，可以接上太阳能给它补充电。平时呢就在家里放着，给它充满电。因为现在在加州呢，停电的概率已经是比较高的了，到处经常停电，所以停电呢，那么有这个东西呢，功率比较大，家里的电器都可以用，就是用电磁炉、微波炉，或者是接到电冰箱上。如果需要晚上接个照明灯，就是作为紧急情况使用一下，主要还是用来给冰箱供电。如果停上1、2天的电，你冰箱里的东西都坏了，那有这个东西估计能运行上2天，因为冰箱一般也就是几百瓦，而且它是到了温度它就停了，所以平均下来，用电1天1度多电，那这是2500瓦时，就是2.5度电，应该能用2天多，再加上做杯咖啡什么东西的，就是作为紧急情况没电了使用。所以呢，在这种场景下，这个是足够好用了，对我来讲。这是个12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，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是23.2伏。它的这个接口你看是一个横的，一个竖的。对，这个安德森接口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它的横竖你可以随便调。如果说你去买这个线看着不太合适的话，那你拿到了，你可以把它看，它是这样，接口是这样接上的，你可以把它拆开，按你的需要随便哪个方向，然后把它再装回去就行，这样就可以装成你需要的指向。是这个设计是比较好用的。我已经对好了，就是红的是竖，正极是竖的，黑的是横的。咱们插上看效果怎么样。OK， 插上了。这儿有显示，但是没显示充电多少啊。打开看。为什么是0瓦呢？这很奇怪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后边我是给它打到了90%，打到了延长寿命模式。这现在91%，它不需要充电。OK， 现在重新调一下，给它打到这边，打到100%。看，已经开始充了，它在闪。
啊，对的，这就对了。现在输入是74，哇，好，这验证了用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给它充电还是就可以。另一个高输入的高功率的快充口，我是没有这么多太阳能电池板，一般也不需要。总结一下，目前很满意，它这个体积大小、重量，它的这些功能等等，完全符合我的要求，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物件，值得拥有。好，那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。